继6月13日，中国宣布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后，6月17日，中国宣布将把澳洲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冰火两重天，厄瓜多尔星期二，6月18日，宣布暂停与中国签署的一项面向中国公民的免签证协议，理由是非法移民数量令人担忧的增加。厄瓜多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边协议的暂停将于7月1日开始。他补充说，这一措施是在当局发现大约50%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没有通过正常途径，或在免签协议允许的90天内离开该国后采取的。我怕风浪大，风浪越大，鱼越贵。中俄互免签证协定自2016年8月生效以来，对双边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近年来，中国执法部门重拳整治妨害国边境管理的违法犯罪，对各种偷渡组织、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取得显著的成效。同时，中国执法部门正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联合打击跨境偷渡活动、遣返偷渡人员，共同维护国际间人员交流交往秩序。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是抵达美国的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厄瓜多尔是美洲仅有的2个对中国公民提供免签入境的大陆国家之一，已成为中国移民的热门起点。他们随后会向北跋涉，穿过中美洲进入美国。另一个提供免签的国家是苏里南共和国，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尼斯卡宁中心 Niskanen Center 援引厄瓜多尔政府的官方数据称，2023年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48381次，但仅离开24240次。尼斯卡宁表示，24141的差距是所有国家中最大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二，6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中国执法部门对各种偷渡组织、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林健说，中国还一直在与其他国家合作，联合打击跨境偷渡活动、遣返偷渡人员，共同维护国际间人员交流交往秩序。他指出，中国和厄瓜多尔之间的互免签证协议自2016年生效。随着美中双边关系趋于稳定，北京已恢复与华盛顿的合作，以遣返非法滞留美国的中国公民。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去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剧上升。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37000多名中国公民，是前一年的10倍。今年前3个月，每月逮捕人数有所下降，但4月份逮捕人数上升至3282人。在2024财政年度，即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4月，圣地亚哥美国边境巡逻队记录逮捕了27135名中国公民，这是2023财年全年拘留中国公民的2倍多，几乎是2022财年全年拘留中国移民的30倍。美国官员说，大多数在西南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寻求庇护者都已获释，等待美国移民法庭未来的开庭日期。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服务网的讯息，中国民众赴厄瓜多尔进行旅游，1年内累计不停留超过90天，可以持护照直接前往，不需办理签证。近几年来，大量中国民众对中国的前景感到不安，许多人更是被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严厉、不合理封城行为吓坏了，决定外逃。润学成为相当热门的关键字。中国走线人因为不满足于在中国的处境，而踏上了充满危险的走线道路。除了途中可能遇到船难等各类风险，到达美国境内后，面临着语言不通、工作难寻、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难关。他们当中很多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实现美国梦，而最终选择打道回府。去年4月，夏雨经过土耳其到达厄瓜多尔，然后和大量南美偷渡客一起历经2个月，穿越10多个国家后到达美国境内。一路上，他经历了财物被抢劫一空的绝望，趁黑帮疏忽摸黑逃跑的刺激，被不同国籍的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温暖。
但他的美国梦却并没有实现。在边境的移民监中，他未能通过恐惧可信度面试 （credible fear interview）， 即没能让负责庇护申请的移民官员相信他回到中国会面临可信的恐惧。在经过数月的遣返流程后，他最终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在入境中国时，他被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收缴护照，未来3年内不许离境，并被要求签署承认自己罪行的文件。之后，他又被家乡的公安局审查他在美国接触到了谁，是否有被煽动。他们让我把国外的社交软件删除，也赶紧把国外联系人删除，然后告诉我不要接触这些人，会被骗。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觉得自己的微信也被监视了，怕他在煽动别人去走线。他自己觉得走线花了上万美金，却并没有在美国留住，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也不愿意再提起这段经历。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有持用伪造、变造、骗取的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逃避出境入境边防检查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的行为者将会被罚款，情节严重更有被拘留的可能。出境后非法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被遣返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应当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证件签发机关自其被遣返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这也和夏宇在采访中提到的处罚相似。今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曾抱怨说，中方为努力控制中国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北京反驳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移民组织。移民问题仍然是美国总统大选前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